自 Lokame。Hello， 大家好，我是飞哥。我是新山人，来自 JB， 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毕业于 The One Academy 的插画系。为什么会选插画系呢？就是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也会很喜欢来画水彩啊、画素描啊，然后毕业的时候就觉得不用想啊，就是去读插画了。我是芙蓉人，然后我自己在芙蓉读中学，中华中学，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中学开始接触了那些很多设计啊、流行文化的东西，那时候就很喜欢。当时候很流行那种嘻哈文化、街头文化，就是想要以后要成为一个设计师，所以就希望毕业了之后可以进入美术学院，然后就也很幸运的可以进入了我想要进的美术学院The One Academy， 然后我也是跟Audrey一样是主修illustration 插画系，然后可以讲一下我们讲认识。2012年毕业嘛，然后2011年的时候就认识了飞哥，他是我那时候的班导师。那时候我在学校是做 part time 的 lecturer， part time lecturer 就认识啊。然后在2012年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有点不知道方向要做些什么东西啊，就跟他聊 chat 到对聊说，你有没有兴趣？我们可以组一个小小的工作室，跟我当时候的一位朋友，然后也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了这个叫奔跑蜗牛工作室，然后一直到2015年，2015年我们才正式就成立本土幻想 Lokame 这个品牌。Lokame 的由来，我可以讲一下啦，就是因为华语名字是叫本土幻想，本土幻想的名字也是来自于我自己画的那个一系列的插画啦，就是从2012年左右开始画，一路到2015年，那时候已经有一个系列在那边了，都是用一种所谓很动漫的方法去画那些本地的风景的那个系列啦，然后我主要是在 online 去发表动图啦，然后也慢慢开始累积了一些很多人喜欢，也觉得蛮特别的，就有年轻的人去，但是我还20多岁了，就很年轻的人去画那种本地的风景，然后也有一些很动漫的人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是想要把这个系列就是做一本画集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到了，我的那个系列的核心2个元素啊，就是第一个是本土就是它都是本地的风景，都是一些老建筑啊，很能代表我们，或者是很有特色的文化特色的部分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幻想，因为其实插图里面它不只是画一些写实的景啊，还有更多是一些比较天马行空，然后比较是像电影或者是动漫里面看到那种就是比较不现实的一些场景，好像那种屋子叠起来了，然后那种缆车又在屋子中间跑过那种这样的类型的东西，我觉得那种都是一些我想象出来、我幻想出来，它不实际存在。然后这2个是我觉得是整个插图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2个元素来，所以我就把它就是取作本土幻想，后来也变成了我们这本画集的名字。如果这些插图它只是出现在一本书本里面，这样如果不收书本的人，不收这种画集的人啊，这样不是没有什么机会看到这一系列的插图。然后那时候我就propose给飞哥，我想说why not Lokame 它不只是一本插画书啊，不只是一本画集，如果它还是一个品牌的话呢？其实那时候我们也是有想到，就是本土幻想也想要做一些延伸出来，因为之前都是一些插图啦，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也开始去想象它如果变成一个品牌，它会变成一个怎样的样子。那时候我们发现在国外其实无论他们在做一些用道地的元素做的那种明信片，插画的明信片啊，一些立体卡，
然后我们就做一些就是 research 啊，一些资料收集，我们就好像本地还有这种比较少看到这样的类型，有啦，其实蛮多插图。可是如果讲 postcard 的话，可能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如果你要讲在比较旅游区看到的 postcard， 还是 photography 还是摄影，或者是还是跟我们小时候看到那些没有什么差，就10年如一日的。然后我们反而去看到，台湾啊，还是不同地方啊，日本啊，他们做的那些插画都就是会有蛮多风格的插画的明信片，反而蛮有趣。而且插图是 apply 在他们的那种 daily 生活中可以看得到。而且他们也很善用这种小商品啊，或者是这些手信类的东西去 promote 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些东西，所以变成可能我们 Lokamed 其实是可以除了做插图的书本啊，我们的插画之外，也有可能去往这方面去探索一下。所以就慢慢。所以我们一开始第一个系列是做立体卡，最辛苦的其实是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就是那时候做这个系列的插画的时候，其实也开始有一些机会啦，比较大的一次就是2014年的 Petronas 就是国油公司，他们那一年的国庆日，他们那时候没有用摄影，他们用插画来呈现他们的平面广告，而且 Petronas 每一年的国庆日的那个电视广告其实是蛮重要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同时在拍着那个电视广告的时候，他也找我去画这个插图，画一个街景来呈现不同年代的马来西亚主要是 KL， 在一个画面里面呈现完整个景。然后因为同时插画跟那个电视广告它是同时进行的，所以他们可能今天我在画的时候，他那边也在拍摄。在他们拍摄的时候有什么调动的话，那个插图里面的部分，他们打个比方，里面出现一个电影院。那电影院一开始的设定是在 KL 的某个老电影院，然后当他真正拍摄的时候，他们就跑去怡保拍那个电影院，而其实那电影院我已经画完了，就变成了我要重新再画过另外一个版本的，而且是隔天早上就要拍然后时间就很短，然后因为其实他们在拍摄的时候也很靠近国庆日了，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是我差不多是好像都是在工作室里面，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工作室还在condo里面的，所以在一个沙发，大概就是那时候好像每次中午就是傍晚5、6点的时候，他就会 call 来讲要改这个改那个，然后就讲明天早上他们就要开会了，就是那一晚就要要改的部分全部改完，就是明天早上他就要给客户看。后来也是我觉得也帮助了很多，然后也有做很多安排的工作，包括把部分的一些人物这样就到我们工作室里面的其他插画师一起去帮忙完成这样。所以对我来讲那个 project 当然我觉得很难得，同时又觉得这个机会就是有点糟，因为我会怕我自己没有准备好，可是还是很庆幸，还是有做得到，有完成到，然后出来效果。我也觉得那时候是你最 down so far， 因为没有看过他真的是半夜的时候一定是来跟我讲，我要放弃我不想做这些东西那时候，可是那时候我就鼓励对方，那时候鼓励蛮多。其实画那个图，我感觉到就好像要跑一个马拉松这样，就是一直你已经要到终点了，在前面，可是已经要没有气了，你差不多就要跌倒，可能就是很需要一个人去扶你一下，然后再推你一把，就是让你再一步一步的走完。虽然那个东西可能已经到最后它也没有很难，你做完它就可以了，可是那个气已经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也是那时候也累积了一些经验可能在一些心态上的调整跟怎样去把
心理素质做好一点。我觉得那个图是一个masterpiece， 我到现在也是很喜欢啊。有没有什么乐的地方？乐的地方，其实也拿回这 project 来讲，其实每个东西都这样，他经历了那个痛苦，然后等他真正这个图用到广告上面了，那时候好像在 YouTube 的封面也会看得到，然后很多广告啊，然后很多报纸上面全版的那种，他就拼出来，是自己画的图，然后你看到哇，就是全国的大版的报纸全部，中文报、英文报全部、马来报全部都有那个插图在上面，你就觉得哇，那个东西还是很神奇的，就是因为我今晚有机会去参与这种东西，甚至好像那种电影海报，那个时候我们帮一路有你做那个电影海报的时候，然后等他们找我们去那个电影首映的时候，你会看到电影院外面有自己画的一个海报，你也是觉得，可能其他人会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啦，可是作为真正去负责整个海报视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工作里面，就是这种都是很喜悦的部分啦，就是当看到那个成绩出来，成就感吗？你的呢？我辛苦是什么？辛苦，我觉得疫情的时候吧，那时候因为疫情也来得蛮突然，然后我们也那时候在2020年头的时候也开了一间小店这样子，然后那间店一开就 close down。那时候其实我跟飞刚就一开始紧张，太突然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东西会持续多久。然后因为公司还是继续要营运嘛，然后我们也是一样，每次有meeting然后也是需要 work from home， 也是第一次有这种 work from home 的体验啊。然后当同事就问，叫我们现在要做一些什么东西，画什么东西，其实我跟 Vega 是蛮紧张的吧，就不知道应该怎样走下去啊。而且在那个疫情期间，其实我也是有打电话给一些同行的朋友啊，但很多都。有时候我就收到 email 啊，或者听到电话讲，欧俊啊，我们的这个店要关了，你们的 product 在这里，是不是需要安排时间一下，等疫情好的时候，再恢复啊，还是怎样啊？其实，也接到蛮多这样的电话，每次接到一通的话，我都会很跟飞掉这样，很气馁的，对，就很气馁。也是一个，我觉得也算是这几年里面其中一个最辛苦的一个过程了。这样你快乐吗？快乐，讲到快乐，我其实工作都觉得蛮快乐的，但是讲一个最快乐的吧。最近我们就有做这个postcard swap with Loka 的一个活动啊，线上活动，主要是以明信片交换明信片为主咯。然后也不需要付费，就是你就发一个明信片给我，我发一个明信片给你。我觉得在这个交换的过程中啊，跟 public 啊，就是大众啊，他们献给我们的时候啊，里面会写他们的感受啊、心情啊，他们想听到怎样的鼓励啊，就是让我觉得不知不觉我们懂很多人他们就是生活中的一些故事，然后让我觉得品牌。也可以是非常的有温度的啦，不只是我卖你一张明信片，而是这一张明信片里面是承载的非常多的感情跟故事在里面，然后还有这是因为是手写的，然后也让很多没有尝试过的人也因为这一个机会去尝试过，有时候他们会跟我讲说，这是我的第一次互换明信片，然后我们同事每次也会收到明信片的时候就一起看我觉得那个喜悦是大家一起共享的啦。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明信片收爱好者啦，然后去到不同的国家，我也会每次很期待，就是要去到那种写明信片的地方，然后寄一张明信片给自己，要拿那边的邮票跟那个邮戳，然后在蛮简单的出发点吧，就是希望这样子的手写温度能够让更多人可以去尝试到，因为在经营本土梦想这几年，很多人都讲说，明信片还有人写的咩？我就会讲，你没有写过是吗 ？Why not 你 try？OK， 然后我们本土幻想的一系列的明信片也让蛮多人喜欢的。是哦，我觉得每次有时候我们就收到那种明信片，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全部我们的同事一起 meeting 的时候，就一起看那些他们写来的明信片，我觉得都是一个
就让我们的可能会让我们工作室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有时候会收到一些他讲他关于他的宠物。关于他宠物，他怎么帮他宠物取名？有时候会跟我们讲到，他很需要鼓励，希望我们给他一点鼓励的字。有些就是可能会从信里面啊，就是那个他们写的文字里面就跟我们说，我很希望看到更多你们的作品。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 feel， 而且当我们都已经完全进入这种 digital， 全部都是social media 的年代。如果还能收到，我们互动方式又可以回到去那么的传统淳朴。你可以感受到它字里行间的那种温度啊感觉，我觉得这些都是，也可能也印证了，就是我们做这些东西，可能我们就觉得卖明信片就卖卡嘛，可是其实它卡本身还可以承载一些他们想要传达的故事，我觉得这也让我们画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又再提升多一个，就大家它运用的层面又更有趣一点，对。一直让我们去坚持下去的，就是我记得在好几年前吧，我妈妈就送我了一张poster， 那边就写 Go for it， 然后妈妈就告诉我说 ，Audrey， 你要做些什么事情的话，你 just go for it。她讲你只要记得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把这一句话给放在心上啦。当然，这合作的10年啊，就经营公司这10年，其实也不容易，每一次也会遇到那种想崩溃、想哭的时候，但是还是每次会以这一句话来去鼓励自己啊 ，Go for it 哦。然后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有一 team 的同事啊，还有我的 partner 给的那个鼓励啊。我是 Go with the flow， 就是什么随遇而安，可能是跨过可能从20多岁开始入行，毕业入行，然后就今年已经超过14年、15年，差不多在这个行业工作了15年。其实我自己觉得一来是蛮不容易的啦，因为要在一个行业一直待着，然后到最后没有转行，还要一直在做这同样的东西，其实一来其实是不容易的。然后中间也会遇到很多机会，然后也会遇到很多可能小挫折啦，我觉得我们蛮幸运的，我没有遇到太大的挫折。可是随着经验慢慢的累积，可能我会回顾过去，可能很多时候觉得机会来的时候，可能有时太紧张，然后或者是想太多，或者是觉得那个心还不够稳。可能到了已经工作了10多年的时候，可能会希望自己的心态上可以是比较稳定一点，然后是会有一种，其实我觉得随遇而安，它也不是来躺平，或者是就觉得都随便啦，不用紧，反而是觉得是多一份的，在看待事情或者是在安排很多东西的时候，可能多一点经验，多一点智慧，然后少一点烦躁的那种。然后现在慢慢的觉得都可能会跟年纪大了，从不同的角度去想东西，然后会觉得一切东西它都会有它自己很好的安排，我们只要顺着去做好我们。就是眼前能做好最好的一个状态，做好那件事情，事情总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出来。然后有时候可能不是每样东西都会很顺遂的，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我 ready 了，可能那东西可能到最后也是没有发生到，或者是也没有真正成为那个就是想要的结果啊。可是我们只能做好我们的部分咯。第一张我觉得我选的应该是天台的一个很日本漫画的那个女生，她就站着，然后她最 icon 的，你记得她的衣服上面写什么？I'm the 90s。就她的衣服上面写我是90后啊，然后她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天台就是天台。然后后面就能看到空大，所以那个是一个 Georgetown， 就是 Georgetown 的一个背景了。然后为什么我选这张图，是因为它那时候也是我这个系列，因为它还是第3章了，可是开始比较多人注意到，然后我也开始就是找到，其实这2个元素就是加在一起，其实它是可以有一些。就是可能是那个时候之前都比较少有的，就是没有人想过一个
在本地的风景，好像甘榜啊，或者是这种 Georgetown 啊老街这一类的，然后出现一个漫画少女，它又是一个很色彩很鲜艳的一个画面，所以那些。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画，我觉得也有达到我就是要表达的，就是一个这两个就这种背景跟这个这样的风格的女生，这种动漫女生放在一起出来的效果。然后可是更大的是那时候我是蛮 surprise 有惊喜到，就是在 online 突然间就也不是爆红啊，不想爆红，对不对？开始多人去讨论这个东西啊。可是这些多人讨论、多人注意，就让我有更多的信心，或者是更相信这个东西能持续做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啦。因为毕竟其实那时候是第3章，有时候可能也会感觉到，如果可能没有这章的话，可能这系列可能也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也有这个可能。第2幅的话，我会选这个不完全是我的自己的一个系列啦，就是我觉得其中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合作，就是一路有你的海报。当然很多人会，如果看回去那海报，可能很多人会以为那个是一个摄影照片，因为是电影海报的关系，所以它也必须要切合那个电影的整个元素啊，然后它的电影的类型啊，它要表达的一个感觉的东西，所以它出来的那时候我们也参考蛮多不同的一些素材啊，一些 reference 去带出来的感觉啊，然后最后会选比较大片的天空，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就看了很多那种比较文艺片一点的，那种日本校园文艺片那种，就比较文艺一点的，然后就有一个少男少女，然后男生可能推脚车，然后跟女生在走过草原，然后就一大片天空，我就觉得这样的感觉是跟那个电影的感觉蛮像的，后来就选择有一片草原在前面，然后那个主角跟那个安哥就是做model，然后后面就出现整个电影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啊，就是那个热气球啊。然后那时候我也是负责做那个一路有你那个字体的设计，所以这个我觉得这幅图，因为它是电影海报啊，然后后来那个电影也确实。它的票房也很好，然后也很多人讲，我们看了那个电影，我们就觉得很有意义。然后它跟我们本土幻想做的也是一样的东西，都是做关于本土内容，我们本地人的故事。推广本土。至于第三个可能会比较是近2-3年前，应该是2019还是2019年尾了。那时候我们帮中国的万科，他们在这里在加兰苏丹伊斯马尔有一个他们的体验馆，然后里面就要一幅相当大幅的一个图，去讲关于吉隆坡的故事，然后是以插画的方式去呈现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参与了这个 project。然后这幅图它一共分为5个部分啊。也等于是我们 KL 的每一个不同年代启程的不同年代的一个背景，然后可是它有一些它的5幅还是连在一起，它不是独立的，它是从左到右，它是一个广角接近来的。对，那时候我们是有一个概念的，就是承前启后。承前它就是讲关于以前我们的先辈讲去展望未来国家的发展，然后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从每一个就是 milestone 里面，就看我们的一步一脚的整个过程。所以，然后其实那时候也蛮挑战的，因为要找很多年代，要符合那个年代，要一眼就看得出这个是什么年代。然后它又是一个连贯的图，它又不能断。
然后我自己比较深刻的是，我看回去以前的 KL，其实也蛮有感触的，就是看着自己的国家的这种首都，它的从以前到现在的变化，好像我们每天都在走 Federal Highway， 然后发现以前 Federal Highway 旁边是空空，到现在我们的 Federal Highway 都是满的建筑。所以你看一些旧的照片，你会觉得就是还是蛮多感触的，就以前的，就是我们的上一代人他们的努力啊，然后他们建造了一个，就有时候也让我更认识自己住的这个地方，也在情感上可能就会多一点的那种什么连接多一点啦，会觉得很多东西不是理所当然的，很多东西其实是我们也是有一定的，就觉得也是要维护它，也是希望这种我们整个环境会越来越好，这样的一些感触在里面。我对就是视觉艺术的东西我是蛮敏感的，尤其是我对流行文化啦，那时候流行那种什么嘻哈街头文化，我就很喜欢那些东西，也觉得自己未来会很想参与这样的类型的工作，所以那时候我会去做很多学校的一些设计的东西啊，好像有那种运动会，我就去做那种 T 恤的设计、logo 设计那些，然后帮很多学会做那种宣传海报啊，我会花很长时间去帮一个学会做一个海报，然后去贴布告栏，然后到时候大家就很多人去看，哇，那到底是谁画的？对我来讲，艺术是对我来讲是改变蛮多的，因为那时候我发现我这个对视觉的敏感，然后导致我往这方面去发展，然后才进入了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它让我发现这是我比人家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我觉得艺术也其实跟我们没有离很遥远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基本上就是在生活在这个艺术里面，也是切割不掉啦。就很像我们 IG， 我们会想要 follow 一些它画面很美的东西，还是我们有时候出去shopping 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的穿搭很好看，它的配色，那些都是艺术。对，或者是我们去 IKEA 的时候，哇哦，设计很好看，我也很想要。觉得那种就是它很 apply 在生活当中的一些 art 啦。其实你身边也蛮多做不同艺术的。其实我身边好像有朋友是做音乐啊、电影啊、针织啊，原住民或者是在推广原住民文化的朋友啊。然后我觉得艺术它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不是任何语言，它也不是任何的一个会因为语言啊、肤色啊、国籍而去阻挡我们的啦，就很像。好像我们去到法国的卢浮宫，我们还是看回以前人以前来的油画留下来的不同年代的 art， 然后没有个对不同的肤色，人都看得懂。我觉得这个社会可能太多时候我们会因为肤色啊、语言啊而去分开啊，然后呢，艺术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去贴紧在一起这样子。我是觉得，对咯，它有一个连接大家的一个能力了。而且不只是连接来这个时代，我们还可以连接来以前的时代到现在的时代。而且每一个年代它有不同的那个art 的 transform 嘛。包括我们相信，我们现在本土来讲，我们自己在做这个东西，可能以后我不懂，那时候还会不会有人很想可能以后有机会为了人去看回去这个年代，可能2012年你们有一帮年轻人在做这些事情，有人开始去做这种用插画，然后去画很多风景，而且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的，就是因为可能有时候社会也很需要这些东西，因为不可能每个人去做 accountant， 可能每个人都去做金融，可能就艺术那边就空了一块，在那边就变成了，总会需要有人去填补这些东西。毕竟如果以后再看回去这个年代的时候，如果艺术那边空了一块，我觉得就对整个社会来讲，它就可能就好像一个缺少一片拼图在那边这样。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还愿意在艺术自己的
感，就是艺术类型上面继续去创作啊，去探索啊，我觉得对社会是有它的重要性在那边的。我是发现，其实这个年代年轻人比较难做到就是专注一样东西，因为我也是回想过去，我觉得很喜欢画画，所以就完全就觉得很难得有机会家里能让我有机会就是在学院的时候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话，所以我觉得专注对我来讲是这个年代就是比较年轻的朋友他们比较挑战要去做到的，毕竟专注做一件事情，持续的做，长时间的做，是真的不是很容易的。而我自己我又特别欣赏他们，就是日本有一个叫匠人精神，就是一个人只做好一件事情，好像做眼睛，他们的日本手工眼睛，他们一辈子就只是做眼睛，也不管其他事情，就把那件事情做到最极致、最精、最极致，它就变成一个艺术。所以好像我们这画插图，我们就可能一辈子就一直画插图，就把插图当成是一生人就一直在持续去专注去做的东西，就会把那个东西做到最